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在多伦多大学的校园里面了。刚刚呢，我们在它的建筑系建筑学院吧 ，Daniel Building， 一个非常古老的类似中世纪的一个建筑物。但实际上呢，它这个建筑物的后面做了一些改建，所以它是一个新旧合璧的这么一个建筑物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转到了它的后面啊，所以这个后面这部分的建筑呢是后面重新加上去的。虽然它也有点仿古啊，它里面的设施呢应该是全新的。你看这里的很多建筑物啊，都是那种古色古香的，看来自来旧，但是呢旧的有历史感的这些建筑物。多大呢？就是一片城区，都是有很多的新老的这种建筑物呢组成。它没有边界，也没有围墙，但是这个里面呢，就有点像一个很多建筑群落组成的一个一个的街区。如果你不看这些大楼大门上的文字，有些人就误以为是一片普通的居民的街区啊，因为它跟普通的街区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分别，或者呢是融合在一起的。现在我们走着的这条街道呢，叫 Spadina， 这条街道或者说是多伦多大学的，算是一个边界吧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，我的右侧呢都是一些新的大楼，一个一个的教研室、研究所这种学校的机构。而这个马路的对面啊，就那种英式的老房子，就是3、4层这样的房子啊，尖尖顶的，那应该就是民居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在校园里面随意的走走，从这边呢一直穿过多大校园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到后面的一条大街，再过去呢有一个名店街啊，就是这边卖奢侈品的一条街，或者一个街区叫 Yorkville 这样的地方。我上次来多大呢，其实已经来走过好几回了啊，时隔半年，今天呢吃了饭以后啊，在接近8点，应该算这里的黄昏，夕阳下沉的时候啊，再到多大的校园来走一走。今天呢是跟家人、跟孩子一起，就感到特别的亲切。刚刚在街上啊，还碰到他一个同学，他们不同的系呢，毕业典礼的时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季节呢，就是大家要离开校园。当然，也有人呢会选择继续读研究生。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体育中心啊，也是他们的体育学院吧。在这个大楼里面呢，有游泳池，很多的体育的设施。我小孩呢，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啊，也到这边来做 part-time 的工作。在学校里面呢，会有很多的有薪水的工作，当然一般就是挣些零花钱而已。
你要想维持生活呢，不大可能啊。哎，这边呢也有一个共享单车的停车点，就到时候可以骑到这边啊来还车，我觉得也是可以。你看这个马路上啊，就是 street car， 还蛮多人坐的啊。最近呢，大学陆陆续续啊，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毕业典礼，不同的系、不同的专业呢，应该是不同的时间啊。那么在多大呢，最不缺的就是国际留学生，从中国来的海外留学生呢，在这边是非常多的，所以这段时间呢，都会迎来他们的父母亲友来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，同时呢，也不是实际的在多伦多加拿大进行观光。走到这边呢，我就看到有一栋房子，这个房子呢，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图书馆吧，就他们有好多个图书馆，但这个呢是比较造型特别的啊。就前面你看啊，它有一个像鸟嘴一样的这么一个造型的，是他们一个图书馆。现在我们走在校园的东西的一条大道上，如果白天呢，这马路上啊全都是学生，但现在呢，因为已经是暑假期间了啊，在这边读这个夏季学校的人呢，应该并不是那么多，尤其到了晚上呢，几乎就没有什么教职员工，也没有什么学生了，所以就跟普通的街区呢没有什么两样啊。但是我上次来的时候呢，那校园里面很多人，都是年轻的面孔。你看啊，这么往前望出去啊，边上的区域都在起高楼，而且很多楼呢都还没有起完，所以可以想象这个城市呢在飞快的发展啊。多伦多大学呢，它在downtown这个区域，它其实占了一片非常大的地方。但现在呢，已经是没有办法想象啊，在一个城市的中央能够有这么大一个大学。那我相信呢，这块整个地方应该都属于学校拥有，一般不会随便发展成一些什么住宅啊、商业啊之类的。相信这个学校里面呢，应该也会有一些教堂啊、宗教的这样的一种建筑物啊。我看对面那个就有可能就是。在这条圣乔治和哈伯交界的十字路口呢，面对的就是他们的主要的图书馆。这边呢
还有一座非常古老的这种建筑物，有点像一个教堂一样的。虽然是晚上时分了啊，你看这个校园里面还停了很多这种餐车，因为他们那边呢虽然也有些食堂啊，但很多人还是要依靠这些餐车来用餐。你看这些餐车就停在这边。任何校园一样，都有很多招贴的这种广告纸。你看啊，加拿大的很多新建筑呢，都会保留一部分的老建筑，在这个老建筑的背后啊，会有更多的、更高大的新建筑。然后呢，新建筑呢也会仿一些老建筑的式样。你看，采用的这种红砖呢，就有一种仿古的味道。就加拿大历史比较短，所以他们对于100多年历史的那些建筑也好、纪念物也好呢，是非常用心的保护的。这应该是一个学院啊，有时候一栋楼可能就是个学院，或者几栋楼呢组成一个学院。在这里面呢有好多的学院啊，但是他们的学院呢，可能跟我们中国人这种学院的概念又不一样。你看，它这个地方呢，有叫 Inns College Residence， 就 Inns 是他们其中的7个学院之一啊。就是每个学院呢，就好像是一个学生组织，在这边住、吃、宿舍啊等等。但是呢，上学就不见得是自己的学院，他可以到其他的学院去修课等等。所以他这个学院的概念呢，我就感觉是一种学生管理性质的啊，就是说你自己可以选择一个学院，这个学院里面呢有宿舍、有饭堂，还有一些其他学生的设施，然后呢就以这个学院为家啊，你就可以在这边住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。而我们中国大陆的，假如要说到一个学院呢，基本上就是你所学的专业啊，就是属于这个学院里面的。然后呢，同一专业的人，甚至是一个班的人呢，都集中在一块住，大家呢就成为室友等等啊。就这边并不是这样。你看这样的一些小红楼，蛮古老的，但看上去呢，还是保存得很好。这个应该是 Human Resource， 就人力资源这样的学院，或者是专业啊。虽然我已经在多伦多大学逛过好几回了，但是还是分不清东南西北，特别是对于众多的学院呢，基本上是搞不清楚的。甚至我在想啊，即便是在这边读了很多年书的学生，恐怕也未必完全搞得清楚。
边上呢就是多伦多大学的商业学院啊。我们以前曾经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参观过。其实你到那边去看呢，它并不是特别起眼，但是他的学生啊都很有出息。那么相信这个商学院呢也是啊，有一些读 MBA 的，因为 MBA 在这里呢一定是要工作了几年，有了实践的经验以后才可以来读的。很多人慢慢就成了商业上的一些人才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 Bloor 这条街上了，就是或者说这条街呢是多伦多大学北边的一条边界线。突然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建筑啊，应该也属于他们多大里面的，叫 Monk School， Global Affairs 这么一个学校。前面呢就可以看到他们多大的一个大球场了。但我们今天错过了一个大草坪啊，其实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巨大的草坪，但这边呢实际上是他们一个球场啊，里面呢有很多的看台，可以把这里啊当作是多伦多这座城市的一个中轴线啊，因为你可以看到啊，前方天塔瓦，那应该这个方向就是属于正南的啊。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大操场，边上的高楼是加拿大的这种马路施工呢，真的是很慢的。半年多以前，我在这条马路上面走过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马路在修，现在呢，它继续在修，恐怕再过8年来还是老样子。这就是加拿大。这是一个表演和学习的中心。像这种大楼呢，真是满街都是啊，都是属于他们多大校园里面的一个一个的学院，或者一个一个的设施。走到这里呢，我就想起来啊，多伦多的博物馆就在前面。
你看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建筑物啊，向前冲出来的那种尖尖的顶，我上次专门到里边去参观过，非常不错，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博物馆。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，大概有1层左右的展览面积，全部展览的是中国，当然也包括亚洲的其他的一些文物。Open wrong. 现在已经走到 Queen's Park 这条街上，向北呢就变成了 Avenue Road，眼前的这条马路啊，东西向的马路呢就是 Broad， 非常重要的一条马路，对面还保留着一个教堂，但这个后面呢就已经是一个大的酒店了。就这个地方呢，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段。现在呢8点30几啊，天已经渐渐暗了，我相信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大概比温哥华呢早了1个小时啊。前面呢有条街啊，就是这边比较 popular 的一条购物街，叫 Yorkville， 我们就走到那里去看看啊。那边呢也有很多的商店、酒吧，就有一种高雅的风情在。现在呢就已经逛到了 Yorkville 这条街道了，这是一条比较高雅或者说高级的商店街啊。但是呢，又不完全是以商店为主。其实很多在这边的专业人士，收入比较好的这些人呢，是一个喜欢选择的住的地方。那么楼下呢，当然就有很多的酒吧、餐馆，还有很多呢名牌这些商品的商店。可以想象啊，在这种高雅的地方逛逛，做一下 window shopping 呢，是每个人都 OK。但是如果你要在这边真的急头白脸的消费一餐，或者说满足一下自己的购物欲望呢，那就不是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地方了。就每个社会啊，其实都有上中下。那么往往这种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呢，就已经是阶层固化，或者形成了不同的阶级。所以呢，在很多情况底下呢，这种阶层的跃升啊，就变得非常之困难了。往往财富呢，变成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，而且呢，有一种趋势就是后代啊，可能比
前辈更有钱，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钱的人，那么可能世代要想翻身呢，那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啊。我相信很多当地人呢，他们已经面对现实，或者他们已经是完全就是顺从了这个社会的安排，所以呢，大家就只能穷开心啊。我说的是大部分人，他们对于阶级或者阶层的跃升呢，已经没有太多的想法，然后呢，就可能会更多的从他们的自己的价值体现当中去寻找他们的乐趣。比方说，你可以跟有钱人一样啊，去海边、公园，去爬山、滑雪等等，这些呢谁都可以做的事。但是如果你要想要去享用一餐，比方说要几百加币，或者是请一次饭花1-2千加币的这样的这种排场呢，就一般的人是根本负担不来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新移民应该是有这种可能啊。就为什么呢？因为新移民呢出生牛犊不怕虎，而且到这边来本来就是希望能够进到一个更好的境界。也就是说呢，新移民到这边来就是捞世界，就是来创业，就是来走向这个社会的上面去的。虽然有多少人能够达成，很难说，但最起码呢，会有这样的勇气，可以做这方面的努力。这也是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，其实也不缺啊，就很多都是新移民的第一代、第二代。后来呢，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专业人士，或者呢run一个好的 business， 最终呢他也可以打入到这些当地人难以企及的这种圈子里面啊。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不可能，当然也有一些呢本身他就是有这么好的一种积累，他是带着巨额的资产而来，那么理所当然的，他在外面的成功也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社会。当然他要修炼的呢，就是文化方面的更多的这种积累啊。这边呢已经走到了贝街，那么这条呢就是金融街啊，一直向南。所以我相信住在这边的很多人呢，他的很多工作啊，就是跟南面的金融街或者那种高级的写字楼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啊。好了，我们已经闲逛了一段时间了啊，天色渐暗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逛到这里，很开心的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出来逛街啊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感受到，在多伦多也是有物以类聚啊，人以群分的。在某些地方呢，恐怕你可以想，现在达不到，但是你只要加把油，经过10年、20年以后呢，完全有可能你在这边占有一席之地啊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的孩子，而是说所有的新的移民应该都有这样的希望，都有这种机会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在这边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